营养补充剂这个行业啊，有时候和时尚行业差不多，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，就会有一个流行趋势。其实也可以理解啊，人们主要通过制造某种话题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，最后呢，也是希望把这种注意力转化成购买力。最近一段时间来找我们买肌酸的人突然增加了不少，而且很多人啊，并不是传统的肌酸的目标用户。要说起来呢，肌酸在健身圈和竞技运动圈里的地位和蛋白粉差不多，人们应用它已经有几十年了。但这次肌酸走红的原因是，很多人说肌酸可以抗衰老，那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吗？肌酸应该怎么补充？它有什么副作用？今天我们就来具体回答一下这些问题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fepluscanada.com。那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另外，我们还在屏幕的右上角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欢迎通过微信与我们联系。肌酸是一种由3种氨基酸组成的化合物，在海鲜和红肉当中大量存在。另外，人的肝脏、胰腺和肾脏每天也能产生肌酸，并把生产出来的肌酸以磷酸肌酸的形式储存在肌肉当中，当做肌肉和神经细胞所需要用的能量。那肌酸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832年，一名叫米歇尔的法国化学家首次从骨骼肌当中分离出这种物质，并根据肉的希腊语发音将其命名为 creatine。在那之后呢，很多科学家就开始研究肌酸。在19世纪20年代，科学家就发现肌酸在人体能量再生的过程里的核心作用。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，肌酸作为运动补剂被广泛使用。到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，估计有80%的运动员已经开始用肌酸来辅助训练。稍稍补充一下啊，肌酸因为它的作用原理和安全性，是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允许使用的营养补充剂。这些年，人们对肌酸的研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多。大多数人呢，通过口服肌酸来提高运动成绩和增加肌肉的质量。人们还用口服肌酸来治疗某些脑部疾病、神经疾病、充血性心力衰竭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。另外，肌酸也被用于外用，以治疗皮肤的老化。那肌酸具体有什么健康益处呢？第一个是提升运动表现。在解释这个事儿之前啊，我们要先解释一个名词，叫 ATP 腺苷三磷酸。这个东西长得有点像蝌蚪，由一个大脑袋，也就是腺苷组成，后面拖了3个磷酸的基团。它在我们身体里起到的作用呢，有点像一个迷你的充电宝。一旦身体进入高强度运动，也就是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能量，这个 ATP 呢就会断开一个磷酸基团，变成了 ADP，从而产生能量，给细胞快速充电。人体的 ATP 其实只够我们消耗几秒钟的，不过不用担心， ADP 会和体内的必要营养物质重新组合成 ATP， 以满足进一步的需要。而在这个重新组合，也就是充电的过程里，肌酸就以主角身份登场了。它可以让 ADP 快速合成 ATP， 让这个充电宝在短时间里回血，以支持短跑、举重这种在短时间里需要大量 ATP 的情况。对了，还有一些情况也是需要大量 ATP 的，比如高强度的记忆、背诵等等。这个时候神经元传递大量的信息，要消耗海量的 ATP。还有发烧时身体内的免疫战争也是需要大量的 ATP 的。肌酸的第二个作用是促进肌肉生长。肌酸能增加肌肉细胞含水量，营造合成代谢环境，刺激蛋白质的合成，同时减少肌肉的分解。尤其是配合力量训练的话，可以使肌肉的纤维增粗。另外，肌酸还能缓解运动后肌肉疼痛，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，从而缩短运动之后的恢复周期。肌酸的第3个重要作用是神经保护与认知改善。一些研究显示呢，肌酸可能对阿兹海默病、抑郁症等神经疾病有辅助治疗的作用，并能短暂提升记忆力和大脑的处理速度。它的作用机理呢是提高脑部的葡萄糖的利用率，从而增强记忆力和注意力。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，是对睡眠不足的老年人起到的改善作用会更明显。说完了肌酸的健康益处，我们再来看肌酸能在抗衰老的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我们知道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多数人的肌肉数量会下降，一旦下降到一定程度，会面临力量不足和行动不便的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容易摔倒，而且老年人的饮食一般比较清淡，很多人呢也会采用素食的方案。这种情况下会导致食物来源的肌酸摄入不足，因此适当补充肌酸可以帮助老年人维持肌肉量和上肢的力量。另外，像前面提到的，肌酸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和注意力，特别是在认知功能受损的情况下，这有助于减缓与年龄相关的认知下降。一项2024年的荟萃分析显示呢，
补充肌酸对记忆和信息处理速度有积极的影响，尤其是对60岁以上的人群，效果会更显著。至于口服肌酸对皮肤抗衰老的效果，因为证据不充分，我们就不展开了。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呢，集中在外用方面，比如把肌酸做成乳霜，可以减少皱纹和改善皮肤的弹性。但口服肌酸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，目前还不明确，还需要更多的研究。接下来再说几句肌酸的选择。目前市场上最主要的是这种医水肌酸，它也是使用最广泛和研究最多的肌酸形式。不过它使用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健身人群使用时，需要一个冲击期，就是开始的5到7天里，需要把剂量加大到20克左右。而且这种肌酸呢有比较强的储水效应，所以需要大量的喝水。那另外还有一种肌酸形式呢，叫肌酸盐酸盐，这是肌酸和盐酸结合成的化合物，也常被称为盐酸肌酸。它因为没有那么强的储水性，也不需要冲击期，所以每次服用的剂量会大大减少，更适合进阶的用户来选择。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肌酸的安全性。国际运动营养学会认为肌酸是安全有效的补充剂。研究显示呢，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补充3到5颗肌酸，连续5年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。不过儿童和孕妇就不建议使用肌酸了。另外，双向情感障碍的人群要慎重使用，因为肌酸可能加重躁狂的症状。还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的人群应该避免服用，因为它可能加重肾脏负担。而正常人服用肌酸时也要记得多喝水，像前面提到的，补充肌酸会增加肌肉对水的需要，这也是很多人补充肌酸的初期会遇到体重增加的原因，就是你的肌肉储存了更多的水，以满足后面刺激蛋白质合成的需要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服用肌酸的时候，一方面要多喝水，另一方面要注意电解质的补充，以防肌肉补水导致的抽筋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、点赞，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那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是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